朋友們，今天就一場比赛，節目咱們也稍微简短一些，因為今天確實太忙了。咱們就着重聊聊曼聯對紐卡，然後再看看轉會市場的情況。還是那句話，希望大家多支持，多點讚。沒有大家的肯定和留言，這個節目很難堅持，所以謝謝大家。今天曼聯這場球真讓老 K 猜中了，可是比賽中中鋒齊爾克澤7次對抗僅僅1次成功。他在第60分鐘替補上場，表現仍舊令人極度失望。0射門0過人0關鍵傳球0傳中0長傳，地面爭搶0成功0搶斷0攔截0犯規0次被犯規，僅觸球13次，7次對抗只有1次成功5次丟失球權。就這樣的表現，近期羅馬隊還想買他，真不知道管理層看了會有什麼感受。現在羅馬正在和曼聯商談未來租借齊爾克澤強制买断條款的條件，總金額在3800萬至4000萬歐元之間。本賽季到目前，他為曼聯在各項赛事出场11次，只有1個進球。所以齊爾克澤要走就讓他走吧。曼聯球迷心中又堅定了這份信念。今天在 B 費缺席的情況下，主場1比0艱難擊敗紐卡。這也是過去3年間曼聯首次在 B 費缺席的情況下贏下一場英超比賽。當時2022年3月，曼聯是3比2擊敗了熱刺，而那場比賽之後，曼聯在 B 費缺席的6場英超比賽打出了1平5負的成績。3年了，這也足以說明 B 費的出勤率極高，而且對曼聯的作用極大。於是隨着今天的勝利，在英超節禮日，曼聯4次對陣紐卡竟然4戰全勝，而且分別發生在弗格森、范加爾、索爾斯克亞、阿莫林4位不同的主帥麾下。這場1比0戰勝紐卡，曼聯終於升到了第5名。而比賽中，隨着謝什科的射門擊中橫梁，本賽季曼聯已經在英超11次擊中門框，這個數據排在聯賽同期所有球隊中的第1位。而在少賽1輪的情況下，曼聯已經追平了切爾西和利物浦。今天雙方都太難了，都是傷兵滿營，還有非洲杯。曼聯是 B 費不在，姆波莫不在，阿馬德迪亞洛不在，馬奎爾不在，德里赫特不在，馬茲拉維也不在，6大主力5個首發缺席，所以確實不容易。可屋漏偏逢連夜雨，今天芒特好像又受傷了。如果芒特受傷真的又要休戰，曼聯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值得表揚的是，一直被老 K 批評的多爾古今天當選全場最佳，他也打進了英超和曼聯生涯的处子球。今天的地面爭搶8次，成功了6次，2次搶斷5次解圍2個攔截。多爾古的身體天賦今天表現得淋漓盡致，上半場有個球把球迷都驚呆了，被人撞倒了，跟個沒事人一樣，立刻爬起來回防。這場踢邊前衛屬於幫助防守，確實積極，衝擊力強，傳中準，射門狠，防守還超好。過去老 K 也說過，希望多爾古能夠逆襲，今天是真的逆襲了。簡單的直來直去打法反而解放了他。多爾古自從換了髮型，踢的是越來越好。而值得一提，今天的這個進球還是通過定位球機會打入的。本賽季曼聯已經打入了13個定位球，為所有球隊中最多。今天曼聯在最後，球迷們真是度秒如年，而2個主教練也是神人。那邊紐卡斯爾的埃迪豪竟然把沃爾特馬德提前換下場，換下場後全隊開始起高球。而曼聯的阿莫林更甚，領先1個球就直接變陣，預判沃爾特馬德不在場上，給了紐卡不停的機會，不停的起高球。這紐卡斯爾今天的戰術啊，特別像廚師埃迪豪特別像廚子，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又再加面。下半場如果沃爾特马德不下场，也許就真的是個平局。當時曼聯主教練阿莫林撤下芒特，撤下卡塞米羅，老 K 都震驚了。卡塞米罗也在场上不停的比划，怎麼能換我？這才60分鐘，怎麼能換我？更讓人震驚的是，埃迪豪立馬跟上，撤下了沃爾特馬德。真的把老 K 都看糊塗了，這倆主教練。在卡塞米罗和谢什科下场以後，曼聯的整個中前場完全坍塌，替補席也確實沒有一個再能用的。這場曼聯能贏，也得虧對面也有個軍師鳳雛。不過有一說一啊，過去埃迪豪的常規操作，下半場最後幾十分鐘就換一套前鋒班子。阿莫林可能是提前有研究，賭就賭埃迪豪要換人衝2個邊，提早換了約羅協防和增加後衛的跑動能力。當時曼聯全場被壓制，勇敢地撤下卡塞米羅，調整為5後衛。好巧不巧，還真是壓準了紐卡，就是根本不打中路，瘋狂地往2邊分球，再用邊路球員突破傳中。而當時曼聯在場上最大的問題就是2個邊的防守跟不上，
而後腰球員的橫向移動能力又不足，彌補不了兩邊的漏洞。從約羅上來不斷拉邊防守戈登就能看出來，如果阿莫林不果斷变阵，達洛特這一側就明顯要被紐卡突成高速公路了，暢通無阻。不過換上來的齊爾克則太辣眼睛，丟掉了所有的前場對抗，真是一點作用都沒有。所以阿莫林這一套變陣完全核心就是為了防對面的傳中。最後的10分鐘，看到曼聯已經累得夠嗆的庫尼亞仍然在跑，仍然在反搶，齊爾克則卻總是慢悠悠的。人家謝什科雖然踢丟了单刀，但是齊爾克的那個鬼樣子還不如謝什科，好歹謝什科不懶呀，還有拼勁兒，還在逼搶後衛。可齊爾克則就站在那兒，好像跟他無關，完全沒睡醒一樣，回防也沒有，向前逼搶也沒有。本場比賽曼聯真的太悲壯，最後連馬拉西亞都用上来了，可見替補席是有多單薄。馬拉西亞上賽季踢的是完全不行，但今天還可以。他上來以後卡對面的傳中做得很好，上來擋的紐卡右路都死不了球。踢右邊後衛馬拉西亞也許比盧克肖更好，而盧克肖放傳中放的太多了。於是近10輪，曼聯和利物浦基本是一直貼在一起，這次又見面了，一個排第5，一個排第6，難捨難分的好兄弟。上賽季曼聯和熱刺貼貼，這賽季和利物浦貼貼。對了，比賽雖然贏了，但是一看未來的賽程，2周要踢5場比賽，好吧，能贏就行，贏了就好。曼聯踢的控球、射門、傳球全場不佔優，能贏球確實不容易，有點運氣，也贏在主場。庫尼亞吧，雖然踢球好像有些毒，但確實有些機會是他自己拼出來的。這場確實燃盡，沒有辦法，實在曼聯沒人可用。有一說一，庫尼亞的防守也極為的積極。不過進攻方面，作為發起者，作為進攻的組織者，庫尼亞多半也是進攻最後的終結者，因為他的最後一下選擇確實球商球商。而過去在狼隊的時候，他沒有那麼大的防守壓力，所以體能可以維持得很好。現在在曼聯真是拼盡全力的防守，體能槽都已經耗盡了，這就不能指望他又能跑還要能射門。所以庫尼亞真是太想證明自己，傳球和射門沒有做到平衡。而在逼費傷缺期間，曼聯正好需要這麼一個帶頭大哥，那就幹吧。而今天門將拉門斯摘高球是真穩，今天要沒有他的摘高球，可能還真被紐卡混進去一個。紐卡那邊埃迪豪真就只會往裡炸這一招。而本場後防線上，利桑德羅·馬丁內斯整整讓對面的沃爾特·馬德消失了半場，把對面都給防成啥樣了？出球又準又快，所以誰說1.75米的身高不能在英超踢後衛？快2米的沃爾特·馬德已經被防死了。還有今天傳達洛特那腳，可說是神來一筆，可惜達洛特沒有把握住機會。最後忙碌了一整場的利馬怒刷了7次解圍，美美下班。健康狀態的他呀，確實強，能補位，能頂上去搶。進攻端還有一腳精準長傳找前鋒，這才復出的第3場，適應比賽的能力超強，所以感覺有利馬，曼聯的防空竟然還莫名其妙的穩起來。所以27歲的利馬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出球型後衛，今天也排出來首次的4人防線搭檔，達洛特、海文、利馬和盧克肖。海文今天也非常值得表揚，才19歲的他防空又穩，上頂又快，控球出球也穩健。這才19歲呀，所以曼聯青訓那些小將也不要鬧了，就跟海文哥哥學學，多提升自己，別整天搞那些有的沒的沒用的東西。不管是誰，能力強在阿莫林這裡永遠有位置。照這個趨勢練下去，海文可能成為曼聯新的費迪南德，身價必然暴漲。未來約羅加海文的後防線組合前途無量。還有今天的烏加特，在沒人可用的情況下，烏加特竟然也能踢那麼好。就感覺呀，這種球員你不要讓他動腦子，給他寫個簡單的指令，讓他瘋狂搶就行。但凡給他講點戰術，要動點腦子，那就跟廢物沒區別。只讓他瘋狂搶，讓他上死亡纏繞，他就能到世界級。另外，烏加特踢單後腰踢不了，可踢雙後腰，特別是搭檔卡塞米羅就很好。有胖虎幫他站住位置，他才可以瘋搶，因為他做不了中後衛面前的屏障，只能做正經的後腰的屏障。在另一個後腰卡塞米羅靠得住的情況下，烏加特的優點就有機會發揮出來。所以呀，烏加特踢雙後腰，只要管搶球，後面有人兜底的話還是不錯的。在他腦子短路的時候，有一個兜底的出球點，那他就是戰神。今天打了45分鐘的芒特被換下，大家真的希望千萬不要受傷啊！芒特的處理球很高級，看他腿上纏了繃帶，估計是不是有點小傷病，半场就給換下去。賽後阿莫林也說芒特有些不舒服。中鋒謝什科呀，他是真不會踢单刀，
不過比齐尔克澤還是強一點。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看看齐爾克澤換上來的態度還有狀態，就覺得謝石科要好多了。做球、短傳的調度都沒啥問題，也肯跑，最後打了個門框。好，曼聯近11場比賽首次零封對手，終於沒丟球了。這也是本賽季各項賽事曼聯第2次零封对手。其實過去這11場比賽被揍得最慘的就是今天這場。可正如主教練阿莫林所說，這是一場不錯的勝利，但我在這裡經歷過很多場比賽，許多時候我們表現很好，卻沒能拿到3分，而今天情況正好相反。好，今天轉會市場的傳聞，皇馬阿拉巴預計將在明年夏天自由身離開皇馬。阿拉巴和皇馬的合同正好到26年6月30日到期，雙方沒有進行正式或者官方的溝通，但已經有明確跡象，到時候就會分手。阿拉巴也是第一個歐冠裡面後防領袖級的人物，後面雖然成了玻璃人脆了一點，但場上表現也不錯。直到23年底大傷之後才真的不能用了。滿打滿算在皇馬發揮了2個半賽季，至少覺得不虧吧。而巴薩我們也說過，在中後衛方面看上了37歲的奧塔门迪，可奧塔门迪現在是穆里尼奧麾下，穆里尼奧絕不會放走他。穆帥已經多次強調阿根廷球員奧塔門迪在球隊中的重要性，並已要求延長他的合同。穆里尼奧甚至是在得知奧塔门迪進入巴塞羅那引援视野之前就已經提出該項訴求。現在奧塔門迪和家人在里斯本的生活非常舒適，因此他此前決定和本菲卡續約到2026年，這樣既能讓他繼續在頂級聯賽效力，也能讓他以最佳狀態參加明年夏天的世界杯。好，利物浦方面正在評估潛在的進攻線補強人員，主要是伊薩克斷了腿，需要彌補他因傷缺陣留下的空缺。現在利物浦已經盯上了馬德里競技的瑟洛特，而馬競方面態度非常堅決，若要帶走他，必須要一份3000萬英鎊的報價。但相對於瑟洛特的實力來說，這個要價比較高，利物浦可能只想租，可馬競方面始終沒有敞開大門，這件事現在還只能繼續觀察。OK， 今天皇馬這邊重磅新聞啊，說如果維尼修斯最終不續約，皇馬會考慮追求大巴黎的維迪尼亞。因為通過出售維尼修斯，至少能獲得1億歐元的額外收入，同時尼科帕斯的回歸已經是板上釘釘。那麼皇馬可能就會嘗試引進效力於巴黎聖日耳曼的葡萄牙球員維迪尼亞。不過唯一一點就是大巴黎有錢，維迪尼亞对他們來說也非常重要，放不放人這是個大問題。而關於巴塞羅那要不要買斷拉什福德，最新消息，巴薩主帥弗里克對這件事掌握着權力，現在他們2人關係融洽。德國教練弗里克已經認定，如果轉會市場出現變數，那麼拉什福德將是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最終的評估將在2月到5月之間進行，而3000萬的買斷金額也不是什麼難以逾越的障礙。好的，朋友們，今天的節目先到這裡，稍顯簡短，也請大家理解，請大家多支持多點讚，咱們明天再見。